黄晓明冒死救刘亦菲，担心杨紫被网络强奸，他做错了什么？如果黄晓明知道自己的善举最终会酿成一场巨大的网络暴力，他还会说出那些在网络上疯传的话吗？2019年，黄晓明成为一家中餐厅的经理，但是因为他的表现太过随心所欲，最终引来了无数吃瓜群众的无情谩骂。我不要你想，我要我想。他不仅被送上了舆论的刑架，同时过去的各种黑料也被拉了出来。被全网围攻后，黄晓明开始变得谨慎起来。就算被邀请带货到直播间，他也不敢一直盯着屏幕看。当他发现李佳琦被自己推到屏幕边缘时，二话不说赶紧腾出空间，还说大家不爱看。其实在明雪出现之前，黄晓明就已经被黑得够丢人的了，除了综艺里的无脑油腻言论，还有那首太俗套的家喻户晓的歌曲。因为网络上的负面评价，他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不过平心而论，黄晓明真的那么不可原谅吗？名言谁都能说，但谁真正了解他说话的动机？那句话我觉得主要是想劝受伤的杨紫去医院。我跟林大厨说你不要再这样了，只是不想让林大厨太辛苦，就给他放了半天假，让他去医院看看。他休息得很好，不过节目播出的时候，再加上恶意剪辑，完全被曲解成了另外一个意思。虽然黄晓明确实不太擅长店长这个角色，不过要说他是在利用店长的身份大展拳脚，那还真是不对。不然一开场，他也不会给自己安排一间不方便的寝室。谁能想到，如此嚣张、公然挑战观众的黄晓明，时隔多年又因为英语不好，甚至 emo 到自杀的地步，再次被骂成筛子。黄晓明在娱乐圈大放异彩的那些年，除了严肃的影视作品，也为观众留下了很多名场面，比如泡泡之下当众秀胸毛，以及在公共场合像猫一样喵喵叫。但比起完全没有自知之明的尤物张翰，黄晓明至少是拿过大满贯奖项的演员。被网友疯狂吐槽后，他开始努力转型。别人说他有，他却保持身材，衣着整洁；别人都说他情商低没脑子，他就小心翼翼地照做了。浪姐展现温柔的一面，在别人说他英语不好的时候，他请专业的老师苦练英语，最后用作品堵住了大家的嘴。2021年，为了饰演中方搭档中的英文老师程冬青，黄晓明特意聘请私人外教全天候贴身指导，而他本人也毫不放松，争分夺秒在片场练习发音。幸运的是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电影上映后，他不仅获得了观众的认可，还陆续获得了金鸡、百花、华表3座影帝奖杯，可谓是一雪前耻。其实，黄晓明一直是一个合格的演员，不像现在的一些流浪明星，演戏拍戏用配音、用替身，被出卖到不懂角色的地步。虽然他已经坐稳了资本宝座，但每部作品他都能拍得很好。为了演好角色，他会专门练腹肌，还去消防队训练。也正因如此，黄晓明扔掉了一些只能挠头的演技，很大一部分顶流。黄晓明不计后果的一扑，向外界证明了他最真实的性格。2004年，刘亦菲拍摄《神雕侠侣》时，不慎滑入湍急的瀑布附近，被汹涌的水流冲下7、8米。再往前走一点，说不定就会坠入悬崖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黄晓明想都没想就跳入水中，救下了刘亦菲。黄晓明一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件事，要不是刘亦菲主动提起来，观众可能会永远不知道他。张小斐还是娱乐圈第18位艺人的时候，参加了爱奇艺举办的一个活动，大家热情地和陈腾、贾玲打招呼，而他也只能默默站在一旁，一个人尴尬。在张小斐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只有黄晓明伸手向他打招呼。在娱乐圈浮华的名利场里，锦上添花的有很多，但能及时送炭的却寥寥无几。可见黄晓明的人品也是值得考虑的。2022年疫情爆发时，上海很多人吃不上饭，黄晓明买了9吨瓜果蔬菜、米粉、粮油，专车送老人。社区派人上门送货，这个社区大部分是没有网购能力的老年人。黄晓明此举不仅将捐款付诸实施，还解决了1600个家庭的燃眉之急。
看到这么心细的黄晓明，连一直调侃他油腻的网友都直呼黄晓明不油了。02有我在的太阳完结了，设计师小月站天天看到肖战的 vlog 很惊喜。这2天电视剧《烈日》与我同行杀青了，瞬间网络沸腾了，粉丝真是要开花了。他怎么会不开心呢？杀青视频一出，剧组气氛欢快，肖战像个没长大的大男孩一样蹦蹦跳跳。在压轴特辑中，可以看到他在台前工作的各种状态，湿漉漉的发型让人心动。仪式感十足的肖战，每次收尾总是有一段真情实感的大结局小文，告别自己饰演的角色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不仅如此，工作室还每天发布一条肖战 vlog， 让我们一睹幕后肖战的真面目。钻研剧本的他，自律的他，喜欢摄影的他。他说，答案正在路上。他说，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不可替代性。说白了，就是没有认可度不够好。虽然这只是盛鞅的一句台词，但也可能是肖战想要表达的意思。让我们严于律己，精益求精，迎难而上，迎难而上，行动起来，答案就在路上。遇到这样的偶像，也难怪不少粉丝表示，自从喜欢上了肖战，就不好意思炫耀了。有我的太阳中的盛阳，就像平行世界的设计师肖战，但即使转战娱乐圈，他也没有忘记或留下自己熟悉和喜爱的绘画设计。vlog 结尾的彩蛋给粉丝们一个惊喜。肖战说他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想法巧妙、有创意、有气场的设计师小月战。粉丝的解读说明他们懂他。静悄悄是我心中的小小，小小是小月亮，小月是小，小月亮加工作室的标志是我们的设计师小月展肖战。如此才华横溢、创意十足、心思细腻的肖战，怎能不让人喜欢呢？俗话说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。光芒四射的巨星肖战，我们喜欢；天才设计师肖战，我们也喜欢。乘风而航，与光同行。03新古装剧要拍了，刘亦菲是女主，女主角会是谁？近日，网上传出有新的古装武侠剧即将开拍，消息一出，引来不少人围观。这部要拍摄的新剧就是《长岭》，这部《长岭》改编自荣九的同名言情小说，讲述了一代战神将领与挑拨离间的嚣张少爷之间的爱情故事，集悬疑、武侠、玄幻、阴谋、虐恋等多种元素于一身。简介：本作故事讲述的是一代战神岳长陵被奸人陷害，生死未卜。10几年后，江湖上出现了一位绝色的少女，这丫头就是当年坠崖的岳长陵。一次机缘巧合，她重生了一张年轻的脸庞，更成为了绝色美女。岳长陵改名换姓，用新的身份为死去的将士报仇。从此，世间再无一代战神岳长陵，唯有为复仇而生的美人。在复仇的路上，岳长陵遇到了何宇少爷。当年他还只是个孩子，如今却成了东林侯，心机深沉，腹黑心冷。两人携手结盟，轰动天下，逐渐揭开当年的真相。岳长陵更是斩杀了当年的宿敌，上演了一段爱恨情仇的传奇故事。整个故事的结构相当精彩，影视选角自然成为一大看点。据悉，该剧的女主已经确定，将由神仙姐姐刘亦菲饰演。刘亦菲在前不久热播的《去一个有风的地方》中，人气再次飙升。不得不说，神仙姐姐一出场就很震撼，带货能力简直牛逼。从颜值和气质上来说，刘亦菲非常适合岳长陵这个角色。她英姿飒爽，眉目如画。此前，她饰演的花木兰一角让不少人眼前一亮。他们期待着她作为战争女神的角色。虽然女主已经确定，但是男主的人选还没有定论。很多选秀都点名了几位演员，但都没有等到剧组官宣。在人群的声音中，陈哲远、王鹤棣、肖战和王一博的声音传播的最多。之前网上传闻最多的就是陈哲远了。他是95后男演员中的新男神，他演过很多角色，他穿古装很好看，和刘亦菲站在一起，感觉就像姐夫一样。再就是王鹤棣，凭借《苍兰诀》火遍全网，成为新一代男神，人气居高不下。
如果他能拿下这块大饼，他的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最后就是肖战和王一博了，这两个都是圈子里的尖子生，无论是演技还是人气，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。无名之辈演技获赞，无论是谁，都让人期待满满。网传这部古装武侠剧《长陵》将于今年年中开拍，你期待谁出演男主呢？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。